瓦格纳开始向绍伊古求救，巴赫穆特真的是斯大林格勒的结局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二战时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公认为是苏德战场主动权的转折点。当年苏军统帅部成功地将一场长期无望的消耗战强加给了德军，同时发挥了苏联战争潜力更强的优势，集结了用于战略反攻的力量，而德军放手一搏，却浪费了宝贵的攻击动能，最后失去了战争主动权。在被称为俄罗斯当代战神的斯特列科夫看来，现在的巴赫穆特就像是当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只不过被严重消耗的是俄罗斯军队。当然，这种观点还是低估了俄罗斯军队，高估了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但是也对俄罗斯军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就在巴赫穆特仍处于鏖战的关键时刻，过去一直以俄罗斯国防部争功的瓦格纳雇佣兵老板普里戈金一反常态。这一次他没有骂俄罗斯国防部和绍伊古，而是叫苦求救。普里戈金一边说瓦格纳已经控制了巴赫穆特 70% 的地区，一边声称雇佣兵可能陷入绝境，这看上去非常矛盾。布里戈金在公开的写给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信上说，请俄罗斯国防部给瓦格纳提供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雇佣兵与俄军主力部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他强调，乌克兰武装部队很快就会做到这一点，将瓦格纳雇佣兵分割包围，会给特别军事行动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在巴赫穆特战线上，布里戈金1个月前还是信心满满，声称周围40公里范围内都没有俄罗斯军队，所以一切战果都是属于雇佣兵的。后来普里戈金开始大骂国防部，主要是为了要得到足够的武器弹药补给。我们也说过，瓦格纳是一支在乌克兰战场上被严重优待的军队。现在普里戈金开始求助于绍伊古，说明乌军的抵抗给了瓦格纳惨痛的教训。首先，证明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进攻损失比较严重，从需要俄罗斯军队保护撤役，再到瓦格纳要在俄罗斯40个城市招兵，一切都证明巴赫穆特之战对瓦格纳既是高光时刻，也是伤心之地。因为俄罗斯政府已经不再向瓦格纳提供重罪犯，其兵源就会出现问题，人越打越少。普里戈金表示要缩小规模，重组瓦格纳雇佣兵，并打算再招募3到5万名雇佣兵，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情况不大妙。其次，一旦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攻击动能丧失，还有可能会动摇俄军的整条战线。俄军在巴赫穆特长期投入的大量兵力和资源将因此而白白耗掉。过去我们也说过，巴赫穆特是不是必须打？对俄罗斯来说，不能只看瓦格纳打得如何，而是要看交换比以及巴赫穆特的作战对整个上千公里战线的影响。如果俄罗斯在这里耗费了太多的军事资源，又无法取得实际突破，也未能消耗掉乌军的战略预备队，那么就是一次重大的失败。毕竟这里可是绞肉机。最后，巴赫穆特进攻之战虽然好像出现了斯大林格勒化的趋势，但是也不能对俄军太过悲观。原因很简单，乌克兰在巴赫穆特的损失也非常大。从部分西方雇佣兵的采访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个乌军士兵在这里只能存活4个小时。有消息称，乌克兰有经验的士兵正在损失殆尽，而巴赫穆特地区的后勤又明显有利于俄罗斯。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表现，因为现在不是乌克兰不想放手的问题，而是俄罗斯同样因为投入了太多资源而变得骑虎难下了。双方鏖战的最终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恐怕还需要我们密切观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